在俄乌战争中，雇佣兵的角色一直备受着关注。此前，俄军经常在战报中特意注明消灭了多少外国雇佣兵。而在7月10号，俄国防部罕见地对外公布了在乌克兰作战的外国雇佣兵的详细数据。根据他们的说法，截止到今年6月30号，共有来自84个国家的11675名外国雇佣兵在乌克兰参战。对于俄方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数字呢，目前乌克兰和西方各国都没有进行回应。那么俄方口中乌克兰的外籍雇佣兵究竟有多少？他们究竟是不是雇佣兵呢？本期影片咱们就来聊聊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呢，泽连斯基曾提出效仿2014年顿巴斯危机时所组建的多国志愿营那样，建立一个国土防卫军，以此来抵挡俄军的攻势。这个消息一经放出，大批的外籍的军人希望加入其中，帮助其对抗俄军。2022年2月27号上午11点左右，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正式宣布乌克兰成立领土防卫国际战队。加入该部队的主要要求呢是申请人需要有战斗经验，并且符合所有选择标准，在经过彻底检查和培训后才能正式服役。之后仅仅几天时间，大约有1.6万名志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由于这些志愿者大都是各国的退伍军人，因此乌克兰在极短时间便多了一支不需要太多训练就能对抗俄军入侵的作战部队。那么问题来了，乌克兰的外籍志愿者究竟算不算雇佣兵呢？首先要说明的，想要参战的退伍军人并非一腔热血就能上战场的，他们是需要各自国家的国防部批准，才能以正规途径前往乌克兰参战的。比如去年3月1号，法国边境检查站从一辆前往波兰的过境大巴上逮捕了14名乌克兰籍的法国外籍兵团士兵。理由是这14名乌克兰籍士兵中有9人处于休假状态，无权出境，另外5人则是擅自离开部队，最终14人被移交法国军团司令部。其次呢，由外籍志愿者组成的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从编制上他们是隶属于乌克兰国土防卫部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乌克兰正规军的一部分。虽然有些资料显示乌克兰的外籍志愿者能从私人捐助者那里获得资金，来升级或者补充所需要的装备，但其住宿、工资、武器和弹药等费用主要还是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来承担，而且他们的工资和乌克兰士兵一样，因此他们和瓦格纳这种雇佣兵公司的雇员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能当时俄罗斯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志愿者加入乌克兰，帮助其对抗俄罗斯。因此为了针锋相对，去年3月3号，俄国防部放话，表示那些被俘虏的别国志愿军不会被俄军视为战斗人员，也不会享有战俘地位。不过这样的说法呢，似乎并没有削弱各国志愿者帮助乌克兰的热情。仅在军团成立后1周内，乌克兰收到了超过2万名志愿者递交的作战申请。当然了，最初一批的志愿者中不乏一些浑水摸鱼，企图依靠作秀从战争中谋取私利的人，导致去年4月1号，乌克兰招募外籍志愿者的国际战队暂停相关招募工作，不再希望志愿者来乌与俄罗斯作战。至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有2个原因。首先，当时乌克兰缺乏足够的武器供应，其次则是那些企图赚一大笔的志愿者不仅没帮上忙，反而造成了更多障碍。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动机不纯的志愿者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后，选择了立刻提桶跑路，而那些真正为了信仰或者情怀的人则坚持了下来。这些拥有一定战斗技能的志愿者也的确帮到了乌克兰。那么我们回到影片开头的问题，究竟有多少外国志愿者在乌克兰作战呢？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去年3月到4月抵达乌克兰的志愿者人数最多。当时呢，有媒体报道，乌国际战队的规模大概在2万人。对于这个数据啊，大兵认为有些夸大了。另外，在去年4月，俄军在南线战场取得进展后，不少志愿者选择回国，再加上当时乌军停止了相关招募工作，并且开始筛选志愿者递交的申请书，因此俄卫星通讯社这次爆出的11675名算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了。其中这1.1万名志愿者中占比最大的当属波兰，保守估计是超过了2600人。
至于为什么波兰会出这么大的力，了解波兰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谓是宿敌。而且俄罗斯突然入侵乌克兰，波兰也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因此这些志愿者在战场上面对俄军时表现得相当勇猛。例如去年6月份，有2个营的波兰志愿军从乌克兰第聂伯罗的巴普洛格勒被派往了顿涅茨克州的阿夫迪夫卡后，使用其装备的反坦克武器给俄军的装甲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车臣的卡德罗夫放出狠话，说要闪击波兰。而除了波兰，第二卖力的则是格鲁吉亚，其志愿者保守估计超过了800人，他们在国际战队中组成了格鲁吉亚军团。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呢，帮助乌克兰兄弟属于原则问题，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侵占格鲁吉亚时，乌克兰人支持过他们，所以在俄乌战争打响后，格鲁吉亚军团是第一个加入乌克兰军队的单位，并且有许多格鲁吉亚志愿兵在战争初期自愿进入基辅包围圈，而在后来的基辅追击战中，他们也是率先主动追击俄军退兵。至于落在其手中的俄军下场，不用多说，自然是旧账新账都算在了这些俄军部队头上。之后，在乌军与白俄罗斯边境丛林地区，格鲁吉亚军团的志愿兵还分成了多个战斗小队，到处搜索俄军小股部队。除此之外呢，还有后来的赫尔松大反攻以及哈尔科夫战役，都有格鲁吉亚军团士兵的身影。不过严格来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战争早在2014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格鲁吉亚军团已经在乌东的卢甘斯克州与俄罗斯支持的势力展开了战斗。当然，在乌克兰的国际战队中，还有3支极为特别的部队，他们是为乌克兰而战的俄罗斯人。第一个不用多说，各位朋友应该有所耳闻，叫做自由俄罗斯军团。该军团的人员组成主要是俄罗斯流亡在国外的反战人士，还有就是战场上投诚的俄罗斯军人。他们的军徽由一个白色的拳头和俄文的自由俄罗斯组成，其专用的臂章白蓝白旗模仿了俄罗斯国旗的设计，但是呢，将红带改为了白色，寓意是消除与血液和暴力的联系，这也是俄罗斯境内外反战抗议者的一致标志。最初的自由俄罗斯军团由俄军发动战争后1周内自愿加入乌克兰的俄军士兵组成，当时共有100多人。他们帮助乌克兰作战的理由也很简单，是单纯看不惯俄当局的侵略行为。而这样的一股力量在战争初期加入乌克兰，乌军自然也十分重视。根据当时的消息，乌军教官专门教他们如何使用各国援助的反坦克导弹。之后，由于俄乌战场上很多俄军士兵不是自愿参加这场战争，因此自由俄罗斯军团得以迅速壮大。当然，他们也有怕俄联邦安全局特工混入其中，所以加入自由俄罗斯军团的方式是所有志愿兵团中最严格的。有消息称，他们不仅要通过彻底的检查，甚至还要2次测谎仪审核。对于这支部队，克里姆林宫虽然在明面上很少提及，但私下呢，则是一再派出，试图定位并且摧毁他们。俄罗斯会如此针对，原因在于呢，俄境内多次发生的重要设施遇袭，包括了燃料仓库、输油管道、机场、军用仓库等等事件，都与他们有关，并且公开承认这些事情就是他们所为。部分自由俄罗斯军团士兵呢，在采访中经常会提到克里姆林宫害怕我们。之后呢，在他们的宣传之下，不断有俄军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他们，甚至有人愿意公开个人信息，例如尼琴科·马克西姆·阿纳托利耶维奇上尉。他原本呢是第127摩步旅下属第152独立反坦克炮兵营的士兵，但是在被俘虏后呢，当即决定加入乌克兰。当然，这只是少数，由于其大部分成员的家人呢还住在俄罗斯，因此为了避免家人受到牵连，多数都没有公开真实身份，相互之间都是以代号相称，这也让他们的真实人数和身份成了一个谜团。另外2支呢，则分别是卡斯图斯卡利诺夫斯基营和俄罗斯志愿军团。其中卡利诺夫斯基营，各位之前呢应该也是有所耳闻，他们曾在普里格金兵变后宣布将效仿这一行动，在白俄发动起义反攻。起初这个兵团呢是由反对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人组成，最初的规模大约有200多人，其名字来源是19世纪初白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卡斯图斯卡利诺夫斯基。他们与自由俄罗斯军团一样，自俄乌战争开始呢，便和乌军共同抵抗俄军的进攻，
曾经参加过基辅保卫战、马里乌波尔防卫战等知名战役。打出名声之后呢，吸引了许多的白俄罗斯人加入，使其从营级单位升格为团级单位，具体人数不详。至于俄罗斯志愿军团，其名号呢也比较响亮，他们很多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被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人。与自由俄罗斯军团一样，这个军团呢也从事渗透破坏活动，并且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例如今年5月下旬，乌军袭击俄境内的别尔格罗德州的行动，主要就是由俄罗斯志愿兵团和自由俄罗斯军团的志愿兵执行的。同时，除了帮助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乌军呢这边还有来自车臣的志愿兵，组成了乔哈尔、杜达耶夫营和谢赫曼苏尔营。他们都是与卡德罗夫对立的车臣士兵，一开始也是在基辅作战。在普京派出车臣部队之后呢，他们同样也主动要求去卢甘斯克正面对抗卡德罗夫的车臣第141特种摩托化团。最后呢，咱们也不能忘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自从俄乌战争开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哥仨呢，可以说都是在全力支持乌克兰，要装备给装备，要人出人，毫不吝啬。战争开始的时候呢，立陶宛援助的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被迅速运送到乌克兰。随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捐出了自家国防预算的1/3来支援乌克兰。虽然三国的志愿者数量不多，但其迅速地进入到乌克兰境内作战，也能看出他们对于抵抗俄罗斯这件事情是十分坚决的。毕竟此前的苏联留给他们的记忆并不好，为了防止俄罗斯再次威胁到自身安全，所以三国对乌克兰的支援可谓是不遗余力。而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不了解的朋友们也都知道，过去他俩是一个国家。但是在1968年，苏联的2架军用运输机伪装成民航客机，以需要维修为借口降落在了布拉格机场。隐藏在机场内的苏军特种部队立刻占领了机场，随后50万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酿成了布拉格之春事件。这件事情呢，一直是扎在两国心中的一枚钉子。总而言之，俄罗斯发起的俄乌战争可谓是牵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有的为了信念情怀，有的则是为了避免周边可能出现潜在的风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16个下属部队，共同编制出了一支国际战队，帮助乌克兰抵御战火的摧残。虽然这支部队规模并不大，但其存在的意义非凡。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上述内容出现信息错误，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指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